这是什么神操作？只需要一根带有绳套的棍子，就能将海里的龙虾套住。海底的海螺壳也是随便捡，为了减轻重量，直接将海螺壳敲碎，随后向着破损的地方一顿乱捅。紧接着，联翔带肉从海螺壳取出海螺肉。小帅他们为了能在海里捕捞到更多的龙虾和海螺肉，带了2瓶氧气瓶，开船来到特定的海域。太阳刚刚升起，小帅2兄弟穿好各种潜水装备，和船员们打了招呼，祈祷上天祝福他们这次能带来好运。随后，一个后空翻扎进海底，套龙虾、捡海螺的工作正式开始。第一只龙虾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直接被套了。躲藏在礁石里面的龙虾只能无情地被赶出家门口。龙虾一脸懵逼地看着这可怕的人类，不知所措，还处于梦游中，就直接被套了。在礁石的后方，还有一只龙虾在石缝里休息。小帅凡是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不会错过。为了能将龙虾套住，只能从它的尾部下手。被赶出家门口后的龙虾还没有心理准备，就直接被绳套给套了个现行。这片海域的龙虾确实多，为了能装下套住的龙虾，还特意带了一个超大的网袋。在套龙虾的过程中，凡是看到海螺，都会顺手捡起插在腰间上的锤子，此时就可以派上用场，猛地向海螺壳的底部用力敲，目的是敲碎海螺壳。随后从手上拿出一把小刀，从敲碎的地方深入海螺内部，进行一次乾坤大挪移，海螺便失去了知觉。此时就可以从海螺口中联翔带肉取出来。一只不显眼的海螺又被小帅发现了。这种海螺如果不仔细看是很难发现的，当然一旦发现这种海螺都不会轻易放手。锤子直接敲响了海螺的丧钟，在小刀的催促下，海螺肉和壳直接分离开来。他们俩进行分工合作，一个人捡海螺，一个人收集海螺肉。在他们眼里，海螺壳不值钱，只有海螺肉才是他们向往的极品美食。为了能一次收集到更多的龙虾和海螺肉，他们直接带上了氧气瓶，套龙虾、扒海螺肉成为他们经济的来源，同时也是他们日常出海的基本操作。脖子上的金项链间接地证明了他们这项工作属于高收入职业。小帅2兄弟游了一圈相遇，作为大哥，只能接受弟弟传递过来的海螺壳。敲海螺壳的任务只能交给自己，毕竟作为大哥，敲海螺、扒螺肉的工作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，仅10秒钟左右就能将一大块小鲜肉从海螺壳里取出来。作为弟弟也不甘示弱，直接在海底套起龙虾。龙虾毫不知情的直接被赶出家门口，正在思考怎么回事的龙虾又直接被绳套快速给套住了。这种野生的龙虾基本上在半斤到1斤左右。小帅是整个团队里最熟练的一位海员，不仅套龙虾的技术非常娴熟，就算敲海螺壳、扒螺肉的身手也是非常老练。网袋里已经装了大半袋龙虾和海螺肉，在前方又发现了3只龙虾在石缝里休息。为了能从龙虾的尾部下手，不得不将所有的龙虾赶出石缝里。龙虾虽然有少许的反抗，但它根本不知道人类要从它尾部下手。一套一收，1只龙虾就到手了，这比起你在厂里打螺丝来的钱快，收入完全依靠你的工作效率。用锤子敲海螺壳的力度也是非常讲究，只能利用手腕发力，敲碎的海螺壳方便小刀将壳和肉分离开来。当然，这份工作需要你拥有精湛的游泳技术，还要有一双分辨真假的火眼金睛，只有这样海螺才不会从你眼皮底下走开。在敲海螺壳、扒螺肉的过程中，还要环视周围的环境，为下一个目标提前做准备。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效率。弟弟为了步入高收入人群，跟着哥哥小帅一同来到了海里套龙虾。可以看出他的技术根本没有他的哥哥那么娴熟，套的龙虾还不断的手抖。为了能让一大家人发家致富，小帅也带上他的堂哥一同来到海里一起抓鱼摸虾。光头哥拿着海螺一脸茫然，只能拿给自己的兄弟敲。兄弟也很好展示自己的技能，3下5除2就能将海螺肉给扒拉出来。光头哥就在一旁套起龙虾。从海草旁边可以发现有很多触角，但对于光头哥来说，套龙虾的技巧还是没有那么成熟，不然整个袋子早就装满了龙虾和海螺肉。小帅的弟弟也学到他哥哥的3成功力，但捡海螺、敲海螺壳、扒海螺肉只能交给小帅一个人完成。高手都是在于细节，在扒海螺肉的同时会利用余光扫视周围的环境，以致能快速的锁定海底的猎物，从而提高收获效率。但是弟弟时不时拿着海螺交给哥哥敲，敲完海螺壳后，锤子很快就被小帅插入腰间，小刀也为他快速扒肉提供了方便。小帅都不知道敲了多少个海螺壳，但前方一个巨大的水母引起他们注意。水母非常的漂亮且通透，里面还有一个发光点，但小帅也顾不及去欣赏，继续捡起海螺。毕竟每敲打一下海螺壳都为他带来不少的利润。小帅随身携带的装备还是挺多的，一把鱼枪和套龙虾的绳套，还有一组敲海螺壳的工具。
当然，凡是被小帅捡到的海螺都要经历锤子的敲打。经过敲打的海螺已经感受到天灵盖漏风的快感，紧接着要经小刀验核酸的日常操作。最终，海螺肉放弃了海螺壳压在身体外面的这座房子，瘫软的海螺肉直接回归于平静。收集了一大袋海螺肉又浮出水面，这次他们的收获也是非常的丰厚，单单小龙虾就有1桶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